好的，又是咱们最全面的角色武器选择篇。我们知道千之有专武伤害是非常高的，但是没有专武怎么办呢？这期我们就从武器库里挑选一下，总有一款能用得上。首先排除了用不上的武器，有的呢是副词条用不上，有的是特效用不上。虽然排除了很多，感觉手里的武器呢已经没几件了，但是不要紧，在我的计算后发现有一些低星神器性价比很高。首推就是3星的黎明神剑，只要不是和弗妮娜组队，就能非常稳定的去触发它加暴击的特效，在后台根本不可能掉血吧。就算遇到全队扣血的环境，带个奶妈也能比较好的去解决问题。毕竟现在奶妈的人选有很多，所以黎明神剑你值得拥有。那么如果要组弗妮娜就一定会掉血，怎么办呢？3星里还有一把冷刃，虽然白值低，但是加攻击力，主要是特效。在攻击被水冰元素影响的敌人时，造成的伤害提高 24%， 所以呢，特定环境和队伍是能用得上的。我觉得其实比较适合萌新啦，比如说芭芭拉加千之，就能很好的发挥作用了嘛。而且抽取成本低，精炼成本低，拿来过渡问题不大。然后3星里还有一把旅行剑，伤害肯定是不如其他2把，但是副词条防御力，吃球能回血，对于萌新来说，在大世界开荒非常合适。那么虽然3星武器看起来总伤不够厉害，但其实如果没有非常契合的4星武器，实际上这3把3星武器伤害还算是比较优秀的，尤其是黎明神剑。那么来到4星的武器当中，比较契合的黑岩、水管、暗象闪光都是同一档位的武器，差距不算大，但综合考虑，黑岩需要去兑换，暗象闪光需要抽卡，还是水管的性价比更高。一方面呢给了充能，缓解了充能压力，另一方面，枫丹的钓鱼相对轻松不少，除非你的水管给了符符。再往上一档呢，就来到了枫丹的锻造武器。不过这把武器在操作流程和配对上有一些要求嘛。首先需要先丢战技去触发攻击力的加成，然后还需要奶妈来触发生命之气，稍微有一些麻烦。那另一种选择就是侠里龙吟，但是呢就必须触发它的特效，也就是怪物身上有火或者雷。如果触发不了特效，就不用考虑了。而4星免费武器中最好用的无非是腐殖之剑和沉沙之纺锤，那这2把武器是活动赠送，所以呢绝版了。如果是须弥入坑的玩家，赠送的冬花纺石雨也可以用来过渡，伤害水平呢和水管差不多。那如果是氪金玩家，新大月卡单手剑狼牙就是优秀的选择了，副词条提供了暴击率，虽然命中加暴击的特效在后台不能触发，但 EQ 的增伤还是生效的。那么副词条给暴击，千之自身加暴击，我们就可以去安心的堆爆伤了。那么4星武器看完，接下去就是5星武器了。灵华的专武雾切和灵人的专武波波剑差距不大，一个提供了爆伤，一个提供了暴击，且都有 12% 的元素增伤。雾切想要吃满特效呢，就需要千之赖场5秒来叠层，但其实持续时间也不够覆盖全程，所以兄妹的武器五五开。而在这2把武器之上一档的是水神的专武绿剑和海哥的专武。海哥的武器微微落后，因为特效需要有精通才能触发，但千之没有精通呀，所以用这把武器的时候，适当的副词条里歪到一些精通也是可以接受的。绿剑呢，得益于超标的暴击率，稳定发挥。水神的武器可以说在特效还有武器数值上和千之的武器是大差不差的，所以伤害呢也是最接近专武的。然后是5星中最拉的盾剑和天空小刀，伤害表现呢是混在3星和4星武器中的。那么综合来看，有5星双爆武器还是用5星双爆武器，如果没有4星武器中氪金就选择大月卡武器。零氪玩家呢，有阿贝多的4星专武就选4星专武，没有的话黎明神剑、枫丹锻造武器、水管相对来说性价比高一些。如果配对可以保证触发侠里龙吟的特效，那么它也是一种选择。好的，虽然说千之专武的伤害独一档，但从数值上看，一个偏后台的角色能贡献近40万的输出，实际上是相当领先的数值了。没有专武，30万左右的输出，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后台伤害了。所以无需因为没有专武的数值而感到焦虑。相比武器的选择，其实千之更多的还是要挑选一个适合他的队伍。好的，那么这期就到这里，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